大家好，欢迎收看《形影不离》。在童话故事里，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国王，然而现实中的国王却很少有童话气质。但有这么一位国王，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二世，可以说是德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王。他被人们称为童话国王、天鹅国王。新天鹅堡等一批著名的城堡宫殿都是他的杰作。林德霍夫宫殿与新天鹅堡一样，都是由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委托建造，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完成的宫殿。相对于新天鹅堡，林德霍夫宫被描述成是一个藏在山腰里小而美的宫殿。路德维希二世也非常喜欢这位新天鹅堡的小妹妹。不过路德维希二世这位英俊的国王一生并没有像城堡里的童话故事那样圆满，他也被称为隐居的国王，性格孤僻，终身未娶，仅和自己的表姑茜茜公主关系密切，最后莫名死在湖边。从林德霍夫宫殿及其周围的私密和宁静的氛围，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位国王会在这里度过了很长的时间。路德维希二世生前的最后8年，每个月都会来此逗留。林德霍夫宫殿建于1869年至1878年间，白色的主堡外墙雕刻着许多精致的石像。路德维希二世在位初期也是一位积极理政的好国王，但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后，巴伐利亚被并入德意志帝国。身为国王的路德维希二世开始对政务心生厌倦，于是他开始醉心于在阿尔卑斯山中修建各种城堡宫殿。林德霍夫宫殿就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行宫之一。这座宫殿主要模仿法国凡尔赛宫建造，而路德维希二世也在这座宫殿里处处向法国国王致敬。宫殿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雕像，再现了当时的欧洲霸主与中国康熙大帝同时代的法兰西国王路易14。当时的欧洲深受路易14宫廷金光四射的奢华之风的影响，林德霍夫宫殿里几乎所有木质装饰及天花板石膏装饰都由22到24克拉的金箔层覆盖。但除了奢侈，路德维希二世也是出了名的孤僻。为了不和仆人接触，他设计使用自动小餐桌，但为了尽量让自己不那么孤单，他选择很多镜子来作为自己最好的陪伴。林德霍夫宫殿中著名的镜子大厅是国王的工作室和书斋。宫殿里最大的房间是面积约100平米的大卧室，卧室中央挂着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使得房间不会觉得特别空旷。走出宫殿，花园与水池将周围的环境装扮得格外迷人。电影《茜茜公主》里经典的巴伐利亚风光瞬间浮现在眼前，令人不禁想起电影中那段经典的台词：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可能大自然并没有给予路德维希二世足够的力量，他的死亡至今成谜，但他生前耗尽财富修建的城堡和宫殿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林德霍夫宫殿位于林德霍夫公园内，在这里你可以真正度过漫长的一天。修剪整齐的绿色草坪，造型别致的皇家花园，还有华丽的雕刻喷泉和周围的绿色森林。整座公园还拥有许多有趣的建筑，其中包括采用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供电的充满玄幻的维纳斯石窟。1867年首次在巴黎世博会出现，路德维希二世于1876年购买的具有东方气质孔雀宝座上的摩尔亭。另外还有摩洛哥之家、海王星喷泉与瀑布等等景观。林德霍夫宫殿可以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法式世外桃源。凭借巴洛克风格的花坛设计、文艺复兴风格的露台和基于英格兰思想的景观公园，以及法国、西班牙等历史悠久的花园元素，林德霍夫公园绝对是现有混合风格花园最好的例子之一。有机会也去感受一下童话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奢华孤寂，你想去吗？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